汉朝建立之后，刘邦正沉浸在一统天下的喜悦中，没想到北方的一股暗流悄然逼近，草原与荒漠之中，匈奴部落虎视眈眈，冒都单于雄心勃勃，吞并了各小部落，势力日益壮大。他盯上了中原河套地区，甚至占领了曹那、夫斯等地，如同潜伏的利刃，让汉朝皇帝不得不正视这一威胁。秦始皇在一统江山后，曾派大将军蒙恬和匈奴作战，收复了河套地区。在秦朝逐渐败落的时候，匈奴的统领图曼单于被自己的儿子木都单于杀死。木都继位后，吞并了别的小政权部落，势力日益壮大，并趁楚汉之争的机会，把河套地区重新夺了回去，还占领了曹那（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）、夫斯（今陕西省榆林市南）几个地方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原大地。韩王信是韩襄王韩昌庶孙，在刘邦攻取韩国就地时，随张良投奔刘邦，领兵随同入关。刘邦还定伤情，任命他为韩国太尉，率军攻取韩国故地，受封韩王。楚汉之争时期，跟随汉王刘邦击败项羽。汉朝建立后，韩王信因为战绩显著而被刘邦封王，赏赐颍川地区，都城定在阳翟。公元前202年，阳翟地处中原腹地。刘邦认为韩王信封地乃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，便借口抵御匈奴入侵，要求韩王信从阳翟（今河南禹州）搬迁到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。韩王信却请求刘邦把自己派到马邑（今山西宿州）去。刘邦答应了，不料韩王信迁去马邑不久，匈奴就开始攻打马邑。这一下，刘邦对韩王信的怀疑更加深了。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。韩王信一看，知道刘邦对自己已经有了误会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真的和木都单于勾结起来，共同攻打汉朝，并主动把马邑献给木都单于。接着，韩王信带领匈奴部队闯破雁门关，一路南下，攻占了太原郡。公元前200年，汉高祖刘邦决定亲自出征平定匈奴，镇压韩王信。一开始，汉军接连获胜，在同堤（今陕西青县）附近交战时，韩王信的军队受到重创，一名将领被汉军杀死。韩王信连连溃逃，跑到匈奴的地方躲了起来。他的几名部下找到战国时期赵国王室后裔赵立，立他为王，然后把韩王信的单于部队归整起来，继续和汉军作战。匈奴布置了一条很长的阵线，从广武（今山西代州阳明堡镇）到晋阳，以此来阻止汉军北上。汉军攻破了阵线，晋阳一战令韩王信和匈奴的部队又损失了很大一部分。后来，汉军在离石（今山西吕梁离石区）第三次打败韩王信和匈奴的部队。匈奴重新调集人马，部署在楼房西北，又被刘邦的骑兵队打败。一连几次胜战让刘邦沾沾自喜，不觉产生骄傲轻敌的思想。当时匈奴的军队退居在代谷（今山西樊氏）和原平中间，刘邦的军队驻扎在晋阳。经过前几次激烈交战后，刘邦认为匈奴势力已经大减，打算一鼓作气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在发动进攻之前，他想知道匈奴的现状如何，于是派了好些人去前线打探消息。谁知被木都单于知道了，就把匈奴军队中的精锐士兵都藏在后方，并安排一些没有作战能力的士兵排在队伍的前面。前来打探消息的使者一看，乐得马上回去和刘邦汇报情况。每个人都赞成立即发动进攻。刘邦决定派刘进去查探一下，看看情况是否属实。刘进回来后和刘邦说，匈奴军队看起来确实不慎作战，但木都单于肯定把精锐部队都藏了起来，故意迷惑我们，曾以为汉军不可轻举妄动。刘邦一听就不乐意了，开口就责骂刘进贪生怕死，灭自己的威风，助他人弃业。他下令把刘进囚于广武城的监狱里，等到打败匈奴之后再来处置。
刘邦先带领骑兵队赶去平城，经山西临川北部署作战前的准备。等步兵队到达之后就可以开战。当骑兵队走到白登山的时候，埋伏在此的匈奴军队立刻现身，前堵后截，令汉军动弹不得。骑兵队只带了少量粮食，步兵队一时半会儿无法赶来支援。刘邦指挥了几次突袭，都没有冲出包围。木都单于把士兵分成4队，呈4个方向围住汉军，轮流发动进攻。几次下来，两方军队重伤不断，谁也没有制服对方。北方的冬天特别冷，汉军士兵都是南方人，经受不住严寒，很多人身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冻伤，严重的被冻掉了手指头。匈奴军队虽然粮草充足，装备齐全，但汉军誓死抵抗，一点可乘之机也没有。两军在白登山对峙7天，刘邦愁着向身边将领征求解围的办法。陈平告诉刘邦，木都单于特别宠爱胭脂，不妨派使臣带着金银珠宝去贿赂他，说不定能引得单于退兵。刘邦答应了。陈平和另一位将领带着珠宝首饰和一幅美人画卷，偷偷潜入匈奴营中，找到了胭脂，把珠宝和美人图献给他，并承诺如果匈奴退兵，还会分上更多的珠宝，并把画中的美人献给单于。胭脂欣喜地接过珠宝首饰，等看到美人图的时候，想到如果美人真的被献给单于，自己一定会失宠，于是他答应劝木都单于放过汉朝皇帝，请陈平把美人图收回去。晚上，胭脂对木都单于说，两军交战始终没有分出胜负，双方都损失不小。即使单于得到了中原，我们也不可能习惯那里的生活环境和饮食，何必非要和汉朝争夺呢？况且汉朝皇帝被困许久，始终没有大碍，无疑有神明相助。单于还是放他们离开吧。木都单于听了，似信似疑。第二天去观察汉军，始终不见欢乐的情况，就相信了胭脂的话，下令撤走一部分军队，让刘邦突出重围。刘邦率骑兵队匆忙从匈奴队伍的缺口中逃出去，回到都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把之前赞成攻打匈奴的人都杀了，然后把刘进从监狱里放出来，封他为关内侯，赏赐了不少财产。木都单于虽然放走了刘邦，却一直骚扰北方边界上的城镇。刘进建议汉高祖把公主嫁给单于，以和亲的政策维持边界安稳。与之不肯让女儿去和亲，刘邦找了个女孩代替公主嫁给木都单于，带着大批金银布匹由刘进护送前往北方，同时还承诺每年送给匈奴一定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。这一举措缓解了汉朝和匈奴的关系，让汉朝的百姓免去了战争之苦。